宝带瑞宝、辉宝下班，一共持续了3天，在第4天时结束。今天又成了爷爷接姐妹俩回家，而之所以这样，起因是就在昨天，爱宝像之前一样，到了下班点儿，打算带姐妹俩一起回家时，辉宝一声爆裂的爱宝吓跑。爱宝这奔跑的速度宛如受惊的马匹，爱宝心想，这家伙指定是尾翼那边出问题了。辉宝的这声狗叫，宛如10年收获，喊出了当年身为蚩尤坐骑时的那股霸气。江爷爷看到爱宝急冲冲的跑回家，立马开门查看是什么情况。江爷爷此时心想，这一下怕是要给爱宝吓疯了，这以后还怎么让爱宝帮自己收熊？这个辉宝怎么比福宝小时候还要不善良？而在今天下班时，爱宝便没再打算帮奶爸收熊，但是江爷爷的意思还是想让爱宝帮忙。而咱爱宝也不是不听话的熊，看到奶爸没打算给自己开门，于是回到姐妹俩身边，在树下象征性的喊了2声，让其回家。但是姐妹俩今天根本不听，像是一夜之间又明白了之前都是爷爷和妈妈的圈套。江爷爷见状，只好先让爱宝回家。而此时的瑞宝已经在树上睡熟了，这也只能让爷爷出手了。江爷爷出来后没有着急收熊，因为此时瑞宝睡得正香，打算先让瑞宝醒一醒，防止一会儿上手时吓着瑞宝。这要是瑞宝也发出狗叫声，江爷爷应该比爱宝跑得还快。江爷爷先是给树上和小亭子上的竹子进行了收拾，然后才开始收熊。睡得迷迷糊糊的瑞宝还没等反应过来，就被爷爷摘下了树。这次收熊还算顺利，没有姨姨们想象中的那般难搞。江爷爷就这样轻松地抱着瑞宝回了家。而此时辉宝那副不值钱的样子又出现了，看到园区就剩自己了，立马跟上爷爷和姐姐回去。今天福宝依旧没有去室外园区玩耍，而姨姨刚好遇见了正在室外园区维护秩序的宋爷爷，正在被迫营业，许多游客纷纷来和宋爷爷合影留念。此时的福宝正吃完饭，在室内园区散步。最近的福宝开始和乐宝一样自律，福宝转了一圈，蹲在了窗边的草丛里，屁股对着游客拉起了青团，画面过于美丽，大家请自行脑补。而乐宝此时又在仔细品味窝头了。等乐宝吃完竹子后，便开始了自己的运动时间，在园区走来走去，四处闲逛。乐宝走到小瀑布时，还给姨姨们表演了一个单抬腿。一会儿姨姨重新去排队，等这次再回来时，福宝这时刚从房间休息完出来，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。姨姨表示，福宝的园区像是黄土高坡，而乐宝的园区则真的像是一个小型森林，有树有水，还有熊还有栖息的地方，好像现实版的童话世界，画面幸福且美满。看到这治愈的场景后，疲惫的心情瞬间就变得舒畅了。姨姨昨天在排队看福宝时，偶遇宋爷爷在乐园的竹林里，正找寻着较为鲜嫩一些的竹子，只不过这片小竹林位置不好，宋爷爷进来出去要来回翻越护栏，这翻越护栏的动作和福宝多少有点相似。看来翻越护栏这一技能，宝家所有成员都已熟能生巧了。一会儿姨姨来到园区，福宝此时正在园区里散步，围着园区走来走去，消化刚才自己吃的竹子，一刻不停歇，来回走动着，时不时还去通道门口看看。毕竟福宝已经快2周没去室外了，现在室外园区对福宝的诱惑很大。今天爷爷忙着照顾福宝的2个妹妹，福宝这边则由姨姨来照顾。福宝回去休息时，姨姨来到园区为福宝添置竹子以及小零食。今天爷爷还特意为福宝准备了一款新的竹子。姨姨放置完竹子后，福宝重新回到园区。福宝这2步小路走的像极了满不情愿去上学的小学生。直到福宝看到小亭子上的窝头后，这才让自己恢复了一点好心情。当福宝坐下时，只听旁边的相机发出了机枪一般速度的快门声。福宝的每一个动作都这么可爱漂亮。一会儿福宝吃完饭后来到了树上，福宝抬头看向天空的样子寂静且唯美。福宝这几天体重有些消瘦，爷爷解释道，这个阶段放到1年当中来看是正常的，因为季节问题，大熊猫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会没有食欲，让大家不用担心。福宝乖巧地趴在树上，有一种名门淑女的感觉。福宝懒洋洋地躺下，在树上晒着太阳，生活舒适且美好。福宝在树上调整着令自己舒适的位置，没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。而今天的乐宝也有在好好营业，正常的吃饭睡觉，没有让姨姨和爷爷担心。爷爷正在表演福宝躲痒痒的动作，姨姨们觉得像不像？今天爷爷参加节目，主持人问道，是不是因为福宝的存在，将爷爷的生活指数都变高了？将爷爷连连点头表示赞同。而且福宝的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，例如小时候抚摸福宝时，皮肤就像解压泥一样软软乎乎的，摸肚子时就像是水床一样。一旁的主持人听了激动不已，
感觉只听江爷爷的描述就很可爱。而福宝的背部，爷爷表示全部都是肌肉，所以在地上翻滚时不会感觉到疼痛。当摸到耳朵时，福宝就会感觉很痒，所以就会来回躲闪。江爷爷表演得很形象。之后主持人问江爷爷，福宝的粉丝这么多，有没有什么记忆比较深刻的粉丝？爷爷讲到自己收到过很多人的感谢信，感谢信的内容都非常的恳切。福宝的出现成了大家工作后的一种慰藉，很多姨姨在看到福宝时都表示心情会变得很开心，很治愈。主持人看到福宝调皮玩耍的画面时，感叹道：动漫都做不到这么可爱。再看福宝在树上身体蜷缩在一起晒太阳的样子，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糯米团子挂在了树上一样。福宝回头的这一瞬间，简直要萌翻姨姨了。再看爷爷揉福宝肚子时的画面，真的和水床很像，晃晃悠悠的。当然，调皮时的福宝也是很调皮的，翻滚跳跃，福宝无所不能。而到了雪地上，福宝便会完全解锁了自己的潜力。大熊猫是怕热喜寒的动物，所以在雪地中福宝会玩得容易忘我。今天福宝的快乐是爷爷新安装的秋千给的。早上福宝躲在小躺椅后面和姨姨们玩起了躲猫猫，眼里都是福宝的姨姨们很快便发现了福宝。福宝站起来假装玩耍自己的竹子吊床，以此来缓解尴尬。福宝在园区兜兜转转来到了秋千旁，眼前的秋千是宋爷爷在福宝上班前为福宝新安装的。福宝看着眼前似曾相识的秋千观察了一会儿，熟悉的记忆感涌上心头，不知道上面有没有留有福宝妈妈爱宝的气味，毕竟秋千之前是爱宝和福宝一起玩耍过的。福宝小脚紧紧抓着秋千的绳子，小手和嘴巴不断对秋千进行着啃咬，秋千摇摇晃晃的感觉让福宝感觉到了久违的快乐。玩开心的福宝用小脚给自己挠着痒，这个小表情像是在跟姨姨们炫耀自己的秋千。挠完痒，福宝继续在秋千上玩耍，顺便还向姨姨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大长腿，羞胖羞胖的，可爱极了。福宝坐起身，盯上了爷爷系的绳子扣，福宝将其当成了磨牙棒，对其一顿撕咬拉扯，像是要跟其一决高下。福宝咬着绳子摇头晃脑的样子，卖足了力气，这不禁让姨姨们想起福宝小时候调皮的样子。别的熊都是坐着玩秋千，福宝非要站起身荡秋千，而现在再看福宝，已然有了妈妈爱宝身上沉稳的影子，逐渐向成年大熊猫的姿态发展。而隔壁乐宝过的依旧是退休后的悠闲生活。福宝玩耍完并吃饱喝足后，来到了树上，开启了自己美美的午觉。福宝不小心从秋千上掉了下来，虽然秋千不高，但福宝摔下来时身上的肉还一颤一颤的，简直要萌翻姨姨。福宝表示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躺着，福宝哪也不去了，就这样躺在地上研究着秋千的底部。就算爷爷在一旁请求福宝回室内，福宝也不搭理。福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看向爷爷，福宝顶着秋千的样子像是背着一个乌龟壳。宋爷爷用小树枝骚扰着福宝，试图给福宝骚扰烦了，让福宝自己乖乖走回家。这个方法真起到了作用，福宝被宋爷爷烦得离开了。福宝向通道门口走去，径直回了家。第二天，爷爷再次来到园区，此时乐宝正倚靠在饮水盆上睡觉。爷爷看着乐宝单手扶着饮水盆的样子，有些眼熟。爷爷想起了调皮的瑞宝，瑞宝和爸爸这个姿势确实很像。而此时，福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。爷爷表示，看福宝吃竹子总是感觉很香，所以经常有嘉宾想体验竹子的味道。没一会儿，只见福宝在小亭子上乖乖坐着，下一秒，小亭子下方便下起了小雨。福宝吃完竹子后，来到了树上睡觉。今天爷爷陪了福宝一天，等福宝睡醒后，爷爷又来看福宝玩耍秋千。下一秒，画风突变，福宝抱着秋千一顿撕咬拉扯，拳打脚踢，试图降服这个野生的秋千。收拾完秋千后，福宝又来收拾野生小吊床，完事从小树上折下来一段树枝给自己剔牙，妥妥福老大的既视感。今天江爷爷做客韩国综艺《动物农场》，跟主持人问答环节，第一个问题就给了爷爷一个重击。主持人问到福宝出生后，江爷爷的工资是不是涨了许多？主持人表示要说实话。江爷爷表示确实涨了很多。看主持人这小表情，像是一种早已猜到的感觉。而福宝出生后，爷爷的工作量有了明显的增加，而且爷爷利用网络让福宝有了超多的曝光量，加点工资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第二个问题更犀利了，问到爷爷瑞宝、辉宝和福宝三之中最喜欢哪个？此时乖乖的瑞宝、调皮的辉宝以及魅力十足的福宝都在等待着爷爷的回答。爷爷表示，说实话，排在第一位的是福宝。爷爷说，无论福宝长到多大，永远都是自己的熊猫宝宝，
或许是分离即将来临，爷爷对福宝的感觉更加强烈一些。除此之外，爷爷还表示福宝是自己的初恋，所以会永远在自己心中。爷爷还调皮的表示让瑞宝和辉宝把耳朵捂上。辉宝귀막아라。问完好奇的问题后，主持人接下来的问题略带有点科普。主持人问道：大熊猫的青团是什么气味的？爷爷表示大熊猫的青团没有臭味，有一种绿茶的香。爷爷继续讲到，因为大熊猫本属于食肉动物，虽然吃竹子，但是无法做到100%消化，而嚼过的竹子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原样抬出来。爷爷还清晰的解释道，吃竹竿的话，它们的青团就是金黄色的，如果吃竹叶的话，就会是绿色的。主持人说有点像罗勒青酱。大熊猫的青团这下又多了一种新的称呼，不知道吃过罗勒青酱的朋友是什么感想。最后主持人问道，大熊猫是否会冬眠？将爷爷解释道，一般熊类都会有冬眠，而熊类冬眠的理由是因为食物不充足，觅食困难，而大熊猫因为吃竹子，一年四季都会有各种竹子长出，无论何时都可以找到食物，所以大熊猫不用进行冬眠。而主持人这表情像是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。